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湖南湘西的八面山湘西剿匪记，他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我们画面中看到这些洞穴，就是在上个世纪那些土匪盘踞的洞穴。之前我们看了一些土匪洞、土匪山寨，那些基本上是有人工开凿的痕迹，而这个地方呢，完全是在悬崖绝壁上天然形成的几个洞穴，从顶部到下面可能有600-700米的距离。1、2、3，主要是这几个。当年呢，这个洞穴里面盘踞了很多土匪，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吧。我们今天就得去那个土匪洞里面看一看，因为里面呢还有一些他们生活的痕迹。据说这个洞穴里面还有以前土匪留下的宝藏，不太好走啊。这个第一个洞穴马上就要到了，前方就是悬崖绝壁。其实土匪洞啊，我们看了很多，在这种大山里面会存在的很多，一来到这里就看到一些小的，这里面不知道通往哪里，我看起来也很深呢。在这样的洞穴里面，肯定是洞中有洞的，洞中相连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个土匪洞，被称之为1号洞。整个这个悬崖绝壁上有3个大的洞穴，被称之为1、2、3，那其他小的就不算。那当年土匪呢，就是盘踞在这个地方。据说这些洞穴呀，我们假如说现在走进去，可以从其他的大的洞或者小的洞走出来，就证明里面是连通的。但是里面具体有多大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按照当地村民的介绍，他们说以前有人呢进去过，但是在里面迷路了，还有一部分呢走进去了，一直没有走到底。就跟我们经常说，在重庆、四川那一带，很多洞穴有几十公里、上百公里一样。在这个地方，它这些洞穴呢，全部是这样往下沉的，就是相当于在下坡。有一种说法是说可以直通重庆或者湖北，那就证明这里面呢是非常深的。我们先去这个1号洞里面走一走，看看有多深。这些洞穴如果会迷路的话，走进去也不能走太深，只能在洞口浅浅的看一下。大家猜一猜这个洞穴怎么形成的？你看上面，感觉是有人把它粘合在一起一样的。这里看得最清楚，你说大自然神不神奇？这些白色的，就真的有点像那种水泥、糯米浆、粘合剂等等。这个洞穴里面呢，我估计如果真的没有走通的话，有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啊。在洞穴里面还能听到水声，这个就跟我们经常说山洞里面有地下暗河是一样的道理。那当年土匪在这些地方，他们饮用水就可能靠这些。这个是天然的山泉水啊，我们看看上面，很震撼的。在这还有一个笔直的通道下来，这个有点像那种竖井一样的。这个水很清澈，这里还有人挖过的痕迹，难道是有人以前想挖宝吗？这个1号洞不是太大啊，大家在走这些洞穴一定要小心。我刚才就撞到了，好疼啊！因为里面太狭窄了，一没注意就撞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得去2号洞和3号洞看，那就得走一个羊肠小道。之前我们在云南的一个关口啊，上面有一条很窄的悬崖栈道，就是当地的村民每天上学赶集都走，完全是没有护栏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感觉也差不多。我感觉窄的地方可能就40公分，这样走还有点不太安全。我刚才来看的时候，很多人是这样走过去的。大家看看，下面就是悬崖呀，这个真的就是羊肠小道。当年土匪确实很会找地方，找到这样的地方来盘踞。一般人的话，一个是找不到，另外呢，一个要把土匪消灭掉的话，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。占据了这个地方，相当于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这些是天然的溶洞，一般是在喀斯特地貌当中。你看这些山，跟我们在贵州还有利川看的是一样的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啊，我们经常说石灰岩，这里不知道是不是，反正有点像叠加起来的。这里又是一个羊肠小道。那这些道路
当年土匪不知道他有没有开凿一点呢？我估计是有的，因为他们当时土匪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上千人，他一定要修整一下道路，他们的粮食可能也是从外面运进来的，那总得弄一些道路出来吧。大家都是在悬崖绝壁上行走，旁边就是万丈深渊，几百米我都形容不出来了。你如果脚一滑的话，就变成幸运观众。来这些地方，不管是来这里还是其他这些类似于探险的地方，第一，下雨天不要来；第二，准备好东西；第三呢，准备好防滑的鞋，普通的鞋就不要走这些地方了。这个地方叫八面山燕子洞，现在是来到了2号洞穴，2号土匪洞，这就比1号大多了，一直可以往里面走。我有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从这里呢可以直着3号洞，我们就往里面探索一下。现在是一个人，能走多少算多少，我是不敢保证能走太远的，因为一个人也害怕。这里经常会说会迷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又听到水滴的声音了，没有灯肯定是不能来了，而且得强光手电筒。你看，这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它一直是往地下的。有没有人？有谁在不？很安静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大概走个100-200米吧，就是没有分岔路口就可以，有分岔的我们就走回来，因为当地村民都会迷路，更何况我们一个外地人。那在这个里面，当年土匪是不是生活在这些地方？按照说法，最多的时候有上千名土匪。我一开始以为是大概1000名土匪在这里，后来查了一下资料，在这附近的土匪总共有4000多名。那么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在洞口那里，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在洞穴里面休息，并且呢几个洞穴是连通的话，那么基本上是密密麻麻的人。这个洞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小？相当于是2重洞口，最外面是大的洞口，然后里面这个贴着顶部呢是一个小的洞口。你假如说把这个小的洞口用石头一密封，这里面是不是就比较危险了？在湖北利川有一个叫3000洞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当时据说有白莲教的好多人藏在洞里面，后面呢洞口被封住了，这是一个传说啊。我之前也去探索过。这个地方还有个很有意思，你看这像不像一条那个沟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倒过来的。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大自然不知道怎么形成的。这个有1.5米左右啊，而且你看是转了弯的。这个下面洞穴拐弯，这上面也跟着拐弯。这现在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啊，只有我走路跟喘气的声音。离洞口越来越远了，我们现在没有照灯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其实走这些地方感觉跟在陕西走地宫一样，只不过呢这里比那地宫大远。像这么大的地下溶洞啊，一般是在这种大山里面，以及喀斯特地貌或者丹霞地貌有，在黄土高原可能就很少有这样的洞穴了。在这些地方明显有人挖过的痕迹，看得出来。这是一个土堆，这个是干嘛的？我都有点怀疑。这看起来有点像一座墓一样的。那边还有那个墙壁的痕迹，有人砌的墙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土匪弄的。我们走到这里就不往前走了。这里相当于是一个关口，一道门一样的。如果把这里一封，两边是不贯通的。那现在我们就往回走了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！刚才吓了一跳，因为那个看起来很像是一座坟。现在去第3个土匪洞看看，这多难走啊！哎呦，这个地方真的太刺激了！大家看看，悬崖绝壁，可能这里是整个这个羊肠小道最窄的地方，就10公分左右。大家猜一猜，这个绝壁有多深？在远处还有一些人家，
今天我来到这个八面山都用了很长的时间，它全是盘山公路。这边是3号洞穴，3号土匪洞，走，往这边下去。这里都能看得出来，以前是挖掘过的痕迹。那么当年土匪他们居住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等于还单独弄了一条道路出来，这应该是他们以前的灶台，非常庞大。因为这里土匪比较多，他们要吃饭，应该是用的一口大锅。应该是啊，仔细找找。啊，对，没错。你看下面好像还有生火的，仔细看看上面还留下什么。哎，真的有点像啊。因为上千人的土匪生活在这里的话，每天的吃是一个大事情啊。这里又有一个，我们说是灶台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是以前熬硝的地方，都是生火的地方。因为在这样大的洞穴里面，溶洞以前有很多人进行熬硝的，这里全是人工的痕迹，生活的痕迹都有。我感觉以前这个3号洞是整个洞穴的中心，大家觉得是不是如此？这也是有人挖的痕迹。那么在土匪最多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人可能是居住在这个洞穴里面。那这里算不算土匪的卧室呢？哦，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有点不一样吧？刚才1号洞跟2号洞，他们这个上下都是比较窄的，而这里比较宽敞，全部呢有人挖过的痕迹。那这些是不是传说土匪以前藏宝的，然后后面有人挖过的呢？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？哎，在前面能听到声音，是有人走进去的，还是从那边通过来的？哎，那边是有洞穴吗？你们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们往这里这个洞过来的。2号洞吗啊， ？2号洞不是里面很长吗？对啊，我们就是往这边一直走进来的。这么厉害！我刚才在2号洞，我走了100-200米，我就没走了。有人从2号洞过来的，有伴我就敢走了。我刚才一个人不敢走，走过去看看。我刚才在2号洞走了200-300米，我刚才走到那个有墙的那里就没走了。啊，这里面太大了，对呀。这里面太深了。反正他们说弄不好会迷路，不敢往前走。对呀。走是一直可以走，里面很长，都是相通的。我们那里有2个在80几年在这里面来10多天没再出去，后面出去了没有？后面哪人找啊？这个不能走太远，走太远就很容易迷路。因为里面太黑了，你看这边，特别有这种岔路口的地方最容易迷路。这个是3号洞这个大洞，我刚刚从这里下来的。我往这里下来。我们往这里来的。哦，这里有个箭头。现在有出口了。哦，有出口。你一个人还比较胆子比较。我不敢走太远。啊，这边有个出口。在里面听他们讲有10多个岔洞。有很多。哎呦，注意，你碰到头了这个地方。这些石头碰到很疼的。跟着他们走出去，他们刚才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哦，我知道这是哪里了，这是就第2个洞穴吧？我刚才走到这里了。第2、第3是连通的。我刚才走到这里了。对，我刚才走到这里，我看到有个墙，我就不敢走了。看看，我们又来到了刚才第2个洞穴这个位置。这个墙刚才我们是不是见过了？顶部这些裂缝，这个也是我们刚才看到的。我们从第2个洞穴出来了，一直都说里面是连通的，终于见识到了。如果没有这一家人带路，我是不敢走的。据说前面还有洞穴，这边就不太好走了，我就不走过去了，因为这个路太小，太危险了。